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许久不见，又为大家带来久违的文明六不可能系列了。这一期不可能系列呢，我们以德国为主题，内容将全面升级，千万不要走开哦，记得关注、点赞、投币、收藏哟。本期视频我们先从背景故事讲起，带大家完整的领略历史的变迁。德国领袖弗雷德里特·巴巴罗萨，也称作腓特烈一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中世纪德国最成功的领导者。巴巴罗萨在意大利语中就是红胡子的意思，所以巴巴罗萨其实不是腓特烈一世的名字，只是大家对于拥有红胡子的他的一种称呼。其在位期间，神圣罗马帝国国力达到顶峰，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腓特烈一生中曾6次入侵意大利。在1158年，由于腓特烈一世纵容士兵在意大利的大肆抢掠，导致意大利北部城邦被彻底激怒。他们组成了以米兰为首的城邦集团，与腓特烈一世决一死战。然而，却因腓特烈一世强大的军事实力而被暴力镇压了。城邦同盟被迫投降。小米猜测呢，这也是游戏里巴巴罗萨的这个神圣罗马帝国领袖能力中对城邦加激励的由来。历史上著名的巴巴罗萨，除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外，还有著名的土耳其海盗王巴巴罗萨海雷丁。海雷丁是一个伟大的海盗王，他虽然身为海盗，却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他专抢基督教国家的船只，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战，在大海上与敌人厮杀一生而未尝一败。他是大海盗时代的创造者。那说完了历史故事，我们回到文明6的游戏当中。德国的文明特色能力是自由帝国城市。自由帝国城市是神圣罗马帝国中的一种特殊行政区域，该类城市不被任何一个贵族或者帝国的官员所管辖，只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拥有高级的司法权力，可以判处死刑。在游戏中呢，这种特殊的区域能力被判定为可以在城市中额外建立一个区域，也是德国的核心能力。德国的特色单位是 U 型潜水艇。U 型潜水艇是德国在2战中最神秘的武器，偷袭是它最恐怖的战术，又被称为狼群战术。在2战中的大西洋上，德国的 U 型潜艇肆无忌惮地猎杀盟军船只，给盟军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巨大损失。德国的特色区域呢是商业同行会，也被叫做汉萨同盟会，是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是出现在波罗的海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汉萨一词呢，在德文中译为工会或者会馆的意思。其同盟垄断波罗的海贸易区，并在西起伦敦、东至诺夫哥德罗的沿海地区建立商站。在游戏中呢，德国的商业同行会是特色的工业区，半价生产力建造，是德国强势的根本。游戏中许多工业辅助胜利的打法，最初都源于玩家对于德国这个文明的喜爱。说完历史背景，下面我们回到游戏当中，分享一下小米知道的有关德国、有关巴巴罗萨的一些打法。由于巴巴罗萨强大的区域建设能力，使得德国一直是文明6中强力的飞天文明。喜欢看贴吧或者战报的小伙伴可能会听过这样2个概念：功夫和锤斧。那么这2个概念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下面小米呢来说说自己对于功夫和锤斧的理解。锤斧呢，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基于城市本身的优质改良地块，通过人口数据积累获得胜利的一种方式。有大佬曾经跟我说过，万物皆可源于锤斧。所以所谓锤斧其实就是什么都不太擅长，又什么都沾一点的普适性思路，任何文明都可以玩，也没有固定的样子或者是模式。小米之前打过一局忽必烈飞天的局其实本质应该也算是锤斧而不是功夫。那走锤斧路线呢，前期由于不用出圣地抢大仙，可以把更多的生产力用来出渔民、出工人。工人呢优先呢去改良优质的地块，移民呢用来做优质的地格，来圈更优质的城市，养更多的人口。那人口呢上优质的地块，从而提高全国的数据。所以锤斧其实本质上呢是不需要很多工业区的，锤子的来源呢更多的是来自于人口在地块上的产出，而不是来自于区域。那工业区呢可能只用供给全国的发电就可以了。
那老马的砍树节奏呢，也不用像是其他的那样那么紧凑啊，因为我们更多的地块都是用来改良的，而不是用来砍的啊，所以砍出关键的器官和区域就可以啊。这是我对于锤斧的一个理解。工斧呢，其实是锤斧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更适合于一些拥有半架工业区的一些特色的文明，或者呢是在一些少数的情况下，比如说在一局游戏中科邦很少，但是工邦很多，也可以适当的变种走工斧的路线。那其他的情况下呢，就不太建议在当前版本走工斧，主要是因为工业区它的解锁较晚，建筑造价就会比较高，因此呢回本会很慢，反而呢就拖慢了自己前期爆发的节奏。那工斧呢是有自己的套路的，一般来说呢，除了走完前期的一些必须科技之后呢，就直奔我们的学徒科技解锁工业区。那早期呢可能只出2个左右的学院，保证瓶子的来源，其他的生产力呢可以来铺城、补移民、补小碑等基础建筑。等工业区解锁之后呢，用来借助水渠堤坝等对工业区的加成，来提高工业区的这个相邻加成，提高本身的锤子。之后呢，再补充这个工业区的2级建筑工坊，因为工邦是可以给工坊提供这个加成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大量的生产力，从而起到锤子辅助飞天的一个目的啊。那等到挂了翻败卡之后呢，就可以让城市平地多出了很多锤子，那我们就可以把前期更多的资源留给老马砍树爆发，后面呢就靠着工业区的锤子来造一些后期的学院建筑就可以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常规的功夫路线，那对于德国来说呢，其实还不一样，因为德国的工业区呢它是特殊的啊，它的工业区呢不但拥有水渠的这种乡里加成，还吃这个商业区的乡里加成，那就造成德国可以在更早的时间就是达到工业区提供大量锤子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更早的爆发，也是工业对德国强势的一个根本所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游戏当中，让小米为大家带来一期完整的德国功夫飞天的一局游戏。那这局游戏呢，也不代表什么攻略上的视频啊，只是小米对于自己德国打法的一个经验的分享啊。如有不对之处呢，也欢迎大家讨论，我们就敬请期待下一批再见，稍后回来。